大家好，我是红利。今天呢是2012年的12月2号啊。自从上一期视频我的西藏之行啊回来之后呢，我的房车放在这里，放在楼下，已经是3个月了，整整3个月了。一天没动啊。这2天呢，北方突然的降温。昨天晚上呢，最低气温已经到了零下-9度了。今天我才一想到，哎呀，这坏了，我的水箱里应该还有水啊。所以说呢，今天我白天啊，在最高气温的时候，现在应该是零上1度吧，因为今天最高气温也就1-2度。今天咱们过来看看水箱有没有被冻住，然后油箱呢有没有冻住，能不能把车给启动开啊？大家能看到丁丁吗？丁丁在那儿呢。丁丁，过来，坐，趴下，好哥 ，OK， 咱们上车一块看一下。现在室外的温度呢是1摄氏度啊。咱们再看看室内啊，车内的温度呢是11度。我们把房车总开关打开，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水箱的水位呢是25%。咱们把水泵给它打开试一下，咱们看看现在水有没有被冻住啊？冻住了。不管怎么说，先给它放开吧，能放多少是放多少吧。现在是用的它这个水龙头，没用这个过滤器。现在这个过滤芯啊，我也是没有放进去的。上次返程回家，哇，大家看这么大的一块冰啊，就在这里边。上次回家的时候呢，把那个滤芯给它取出来了，扔掉了。打算下次出行的时候呢，再给它换新的嘛。这么老大的一块冰，那水箱肯定是冻住了，现在是肯定放不了的。咱们再来看看厕所，把厕所的这个水龙头呢，也给它打开。哇，这个直接冻住了，左右也掰不了，不行，这个不能硬掰，这里边肯定是冻住了。现在这样掰的话，容易掰坏的。大家看，今天呀，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1度，也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是今天最高温度来的。那明天呢，最高气温是5度，只能明天再来了，再来把那个水给放干净。回来的时候啊，油箱里的油啊还是0度的油，咱们看看油箱里面的油啊有没有冻住，车能不能启动得了。踩住刹车，启动。哦，没问题，启动了，那说明油还是没冻住的，还能启动，上面屏幕也亮了。现在的温度是4度啊，咱们试试水龙头。不行，依然是冻着的状态。咱们看看卫生间，这还是冻着的，还是不能硬掰它的。大家看看我的额头床啊，我的被子呢就这样，然后通过天窗呢来晒被子啊。停了这3个月呀，那两边的侧窗呢也都是打开的状态，打开一道小缝，让它透透气。点点，你坐那儿去，坐那儿。点点啊，点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虽然说是，大家可能昨天刚看过你是吧？但是其实你已经3天没跟大家打招呼见面了，是吧？哎呀，你看啊，大家看啊，还是这么的调皮捣蛋，还是这么的活泼。
哎，行，好了，啊，坐，来，坐，来，丁丁很兴奋啊，已经好久没上房车了，之前直播过一次在房车上，然后这3个月他又来过2次。好了，跟大家再见了啊！再见。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的清楚，之前的西藏自驾游啊，其实跟现实是不同步的。但是啊，您可能没有想到是如此的不同步。您现在所看到的这期内容啊，如果说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跟上一期内容呢只相差2天。但是上一期内容房车逃离日记回到家的那一期视频呢，拍摄时间呢是9月3号。我想很多朋友肯定知道我的视频不同步，但是没有想到那么的不同步啊。其实呢，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原因哈，就是这3个月的时间呢，我一个视频都没有拍。那我也在琢磨着，这3个月之后的第1条视频呢，我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我要拍些什么内容呢？这也是这3个月我不断的在思考琢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也琢磨着，那不如就跟大家聊聊天，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吧。No， 布丁给我坐好了，坐，趴下。不要闹腾。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啊，主要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上一次旅行中呢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我接下来的一个旅行计划。有些事情的发生啊，真的是计划没有变化快的。我在出西藏刚到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想把青海呢好好去转一转，但是没想到啊，当地会突然的出台了一些政策，那我也不得不迅速结束了我的行程啊，2天的时间穿越了青海。当时我还在想，因为房车上毕竟出现了很多一些小问题啊，包括柴暖的问题啊、冰箱的问题啊、门把手啊、水龙头啊，想把这些问题呢都解决。所以说我也联系了兰州。甘肃兰州那边兰中的一个售后点，打算是把房车开到那里，然后看一看呢当地的这个疫情情况，实在是影响这个旅行计划呢，我就把布丁呢寄养在兰州，我就坐飞机回来了，然后像上次拉萨一样待个10天半个月呢，我再飞回去，然后继续呢我接下来的行程，也是有出台了一些政策呢，我就不得不呢又去到了那个银川方向啊，到了银川，还好呢当时宁夏那个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当时其实进到银川里的时候啊，我还没有计划说是把房车开回来，也是打算呢先把房车呢就停在银川。但是有这么几点原因嘛。第一点呢，就是当时呢我的电脑电池坏了，掉到0以后呢充电充不上，电脑是一直没法开机的状况。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忘记是哪期视频了，当时呢应该是剪到西藏的哪一期在路上的视频，当时大概也停更了10天左右。那总归来说呢，就这么几点原因吧，口罩问题。电脑问题、视频问题，布丁总是来来回回的在碰这个三脚架，所以说弄得我的机位啊也是来回晃动啊，老碰到我的三脚架，调皮捣蛋的布丁。说到视频方面啊，也是让我这3个月停止拍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自驾西藏的这期内容啊，从我出发呢是2022年的6月5号，截止于呢9月3号。其实是贯穿了今年的整个夏季。造成视频不同步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还是我的问题造成的。当时因为我提这辆房车的时候呢，是4月中下旬，应该是房车到家了之后呢，我拍了大量的视频，几乎是每天都在拍。当时其实积压在手里的视频呢就有30多期了，因为到6月5号我才开始出发上路的嘛，大概是这么拍了1个多月的视频。但是我唯一失误的一点呢，就是没有把这些视频呢及时的发布出来，直到我6月5号开始上路了我才开始剪我的第1期视频。我发布我的第1期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到成都了，也就是说我发布视频的内容跟现实的误差呢是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我这一路上是没有做到日更的，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差呢就在慢慢的在拉长，以至于到最后9月3号拍摄的最后一期房车旅行到家的这期视频呢，我昨天才发布出来。不同步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想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在这里呢，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吧。因为所有的评论呢，几乎我是一条不落都看过了。很多朋友给我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不同步，可能你看到我在家里边我在装监控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在西藏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也没法跟大家做到一个实时的交流。这样子一来呢，就是大家提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包括你去哪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好玩的，你应该上哪里去看一看呀，你应该注意些什么呀开这辆房车
在什么路段你应该注意什么呀？当我看到大家发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很多路我已经全部走过了，那可能是我1个月、2个月之前的事了。这样子来看呢，就是对我来说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我呢就这样错过了。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呢还给我提出一些拍摄上的一些建议你比如说拍什么样的内容大家会比较感兴趣，有的想让我多聊一聊房车的，让我讲一讲呢我使用这辆房车它的一些优势和缺点。我有看到我真的每条评论我都有看到，但是就是因为我积压了这2到3个月的内容都在这排着队，已经拍摄好了的一些内容呢，我也没法去改变什么。其实这样呢，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明明知道大家有什么诉求，或者是给我提出了什么好的建议，但是因为我的视频严重的不同步，没法及时的去修正我的内容，也造成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呢我没有去成。现在呢，所有的整个房车自驾西藏之行的全部的视频呢都已经剪辑发布完了。那接下来呢，我的计划是云南之行，这样呢就把上一段旅行呢分为第1阶段，那第2阶段的旅行呢就是云南站了。那接下来所做的所有的视频内容呢就可以跟现实同步，也希望呢大家多给我提建议，包括大家想看一些什么内容，这样呢我也能做到及时的去发布出来。再一个要讲的呢就是我整个西藏之旅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1次包括也是我10年之前的一个梦想这一次呢又是我房车自驾，开房车也是第1次，然后开房车自驾到西藏也是第1次，反正无数个第1次这次全部打破了。包括出行前我也有很多焦虑的地方，我也有很多担心的地方，但是当我进入到四川地界以后呢川西包括进藏，其实我把我所有的重心呢其实并没有放在拍摄方面，我是放在了旅行本身上面了享受整个旅行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在第2阶段的这个整个旅行中呢，我可以多去考虑大家的感受大家想去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呢我也把重心呢往拍摄方面多少的去靠一靠我自身的旅行和拍摄视频方面呢做到一定的平衡。再一个就是第2阶段的旅行初步定好的呢是云南站。本来我是打算的一路南行，然后周边各个省份都去详细的去转一转玩一玩，把速度呢放慢一些，去一些自然风光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感受一下各地的不同的人文环境，然后在最后过年的时候呢到达云南的西双版纳。但是呢这3个月已经过去了视频呢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疫情方面的原因。我想大家其实都能感受到无论是你现在身处在哪个城市，现在各个地方的情况呢还是非常的不明朗。其实本来想的呀是挺好的，我西藏视频全部剪辑发布完了之后呢，刚好衔接我的第2段旅行的开始。但是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地区现在还有口罩问题，这3个月其实反反复复已经基本上是续上了。也就是说我离开当地的话肯定是需要隔离的。我呢也是在等待消息，一旦出现明朗的信号，我会立马开着这辆车咱们开始出发。其实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嘛，我觉得我还是挺有信心。这个月的话，如果情况变好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我这一路慢慢悠悠的走是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这一路实在是太冷了。我可能会选择一口气一气跑到云南，毕竟那边的温度各方面都适宜，包括我的水箱状况跟温度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得赶紧去离开0度的区域。OK，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咱们下期再见了。